有媒体公开了我军10架歼20战机同框的画面。如今歼20产能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初步解决，那么我国未来需要装备多少架歼20才足够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我们看到在某地一处机场上并排排列着整整10架歼20。歼20 5代机是我国空中力量的刀尖，自从问世以来，歼20的数量以及具体的部署地点一直都是少有人知。毕竟对于外界来说，这样的一款先进的空中平台就是一种无形的威慑力，我们需要保持这样一种神秘感。此前我们从来都没有一次见到10架歼20，这个规模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有着非常强大的威慑力，就连美国也不例外。这证明我国已经解决歼20大批量生产的难题。不过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国未来到底需要多少架歼20呢？大家也都知道，我们的歼20非常不容易，从最初的原型机试验机开始，到2017年的时候才真正的开始装备部队进入量产。真正开始实现量产大约是2018年，即使是量产，最初产量也都不是很猛。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，应该加大了生产的力度，据说每个月有4到5架的样子。大家可以推测一下，目前我国歼20最多不超过100架，这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目前歼20有3条脉动生产线，每条生产线具备1个月下线1架飞机的能力。等到技术成熟后全速开动，每个生产线可以具备1年下线20架的能力。但是事实上，歼20的生产线并没有全速开动起来。咱们的5代机歼20的大批量生产一直难以实现，此前主要就是我们的发动机技术还没有完全解决。不过目前歼20已经开始使用我国的太行涡扇10C 发动机，影响我国歼20产能的一大难题，目前可以说是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决。当然了，有不少人觉得我国目前仍然还有大量比较新的3代、4代机，这些战机可以执行对敌攻击任务。歼20战机目前又暂时没有配备对地打击武器，只需要执行争夺制空权的任务，因此对于扩大歼20战机的产能可以不是那么着急。不过虎哥却并不这么认为。3代或者4代的多用途战斗机在对地打击上可以算是专业，但是真正的能力反而远不如隐身战机。就算是海湾战争时期，当时F117设备那么简陋，而且数量也很少，看起来载弹量也不大，最多也就2吨而已，远不如理论上可以挂11吨的 F15E。但是实际上区43架 F117 就包办了整个空袭行动 40% 的高价值高风险目标打击任务，效率远超其他任何作战飞机。同时隐身飞机可以单机执行高风险任务，而不像3代机必须成群结队带上干扰机才能行动，而且单机行动也比3代机安全性高得多。对方防空能力越强，风险越高的任务优势越明显。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，未来的歼20必然会配备用于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各式武器，而这就意味着歼20战机的装备数量必然不会太少。在虎哥看来，我国未来需要装备多少架歼20战机，主要还是要瞄准美国的 F35 数量具体会有多少。可是目前来说，美国的 F22 应该说数量也不是太多，有一段时间还传说它的生产线都已经暂停了。不过 F35 就很厉害了，总保有量大约在500架左右，光日本就将近150架。F35 产量将突破600架，这个数字虽然不小，但却要分散到10几个国家。实际上我国周边国家的 F35 并不是很多，即使加上周边美国基地的那几架 F22， 规模也不大。因此目前歼20的装备压力并不大，只需要维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列装速度就可以，这样便于一边装备一边改进。这2年中歼20的产量是在稳步提升的，因此目前歼20已经服役的总数量应该在80架左右。
突破100架大关毫无压力，这个数量已经足以压制周边 F-35 了。只不过我国周边国家装备的 F-35 战机数量如今只是一个开始，而当这些国家完成 F-35 战机的采购合同之后，再加上美军基地的隐身战机数量，我国周边将会部署有400架左右的隐身战机。因此我国的歼20还需要从技术、资金、资源、能力各个方面加大投入，未来服役的数量必须要在500架以上，要不然的话，一旦周边地区有突发事件，就会很吃力了。为了应对美国挑事以及周边国家的闹腾，我国是需要加大歼20的量产了。军事科技领域突飞猛进，不进则退。刚刚美国又对外发布了6代机的消息，我国据说也已经开始了相关的研究，如果不加大进度，那么我们好不容易赶上的差距又会拉大。